所以小孩子在小时候培养的时候，要追求技巧，还是追求他的意象？当然是意象啊。就是我小学2年级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同学，他画画很厉害，他可以描绘的很真实的老狮子，可是就是很漂亮，但就是匠气很重。对啊。我想说这样是不是抹杀了小孩子的？所以现在教绘画有两种方式，一种是什么学院派的，你进去就教你素描，教你怎么观察比例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然后你怎么画，教你方法。还有一种教绘画的，不是你去了他就叫你玩，叫你到外面去看看花，到外面去看看树，到外面去看看天空，到外面看，然后回来把你看到的头脑里看到的你画出来。我说像小孩子的发展，我大概需要到几岁就要让他也是开始导入正规的10岁？没有正规的那种学院的画法是什么？学院的画法是，你如果要考学校的话，你一定要照他这个方法走嘛，你一定要照这个路走嘛。我不要考学校，我只是要开发小孩子绘画的那个感知。我只要开发用绘画来开发孩子的感知的话，你就不用管他那一套啊。那我以前参加一个画室，那个老师教的画法是什么？那你要画一个人，你要画这个人是不是？不是去先勾勒他的样子啊，你选他脸上任何一个地方，任何一个点，开始往外画。你从那个点开始往外画，你画出来可能是不成比例，因为我可能要画整张脸的，可是到后来只画了半张脸，只画了眼睛跟没有关系，因为他那个训练什么？训练观察力。他的观点就是说，你观察，你去做，你会发展出你自己最适合的技术来。技巧是每个人发展出来的，直接去学技巧是一种学院式的，就是集体式的学习，晓得吗？集体式的学习是用一种方式，让所有的人都照那个方式来做，做出来的东西它是一个集体的，它有一个标准化，它有一个标准化。可是我们不是，我们练武，我们或者中国人的教育不是那个教育，中国人的教育是以个人的发展为主的，所以他从来没有一个什么标准的方法。所以人家说练国术不进步嘛，你没有一个标准化教学法啊，是不是标准化流程嘛？这就是他的好的地方啊，因为你是个人。你在这个上面会停留多久？我怎么知道？你要自己去往前走啊！所以每一个人的体悟、每个人的进步、每个人的要突破的点都不一样，所以不能有标准的流程。我们的教育是这样子，你看我们中国任何传统的东西的学习，它都没有一个标准的。标准一个阶段，标准的流程没有，以感觉为主，听不懂？为什么？因为你所有的表现都是出于这个人嘛，不是在那个意嘛，所以不要求意的统一。你要求意的统一，人就死掉了。就像现在你出去表演太极拳，都放同样的音乐，大家都打一样的啊！你看，尤其是那个什么百人啊，或者大家一起啊，手要一样高啊，步要一样，每个就跟阅兵一样，每一个都那样子，是不是？这种是团队的标准的统一，对团队来讲，可以展现团队的那个规律。团队的纪律，团队的标准，可是对个人来讲，
就是压抑了个人的独特性。听不懂？我们手脚不一样长啊，我们的呼吸不一样长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怎么可能跟他一样，跟他一样呢？啊，这样能听懂吗？所以要了解这两种方法。你如果要走他那个规则，你要考学院，你就照他那个玩，你就照他那个规则玩。可是你要知道，你照他规则玩的时候，你要知道，我是因为要达到什么目的，所以我照你的规则玩。可是对我本身来讲，那个不是我最终要达到的。啊。说这个就看家长的智慧。家长没有智慧，家长没智慧，除非这个家长本身也，比方讲音乐好了，除非这个家长本身也是音乐家，除非他本身也是音乐家，他才懂。可是90%以上、95%以上的家长，他本身根本不懂那个东西，他只是照一般的人流行的大家的要求，大家追求的东西去要求他的孩子。所以家长不懂，家长去要求老师，老师是不是懂？有些老师懂，可是没有办法，没办法啊，他要有学生啊，这就是我说的嘛，你出来教学，你要传艺还是要赚钱嘛？可是你如果是大师级了，你就可以照你的方法教了。所以很多人去学了以后，他已经会弹了，或者学院毕业了，他再去找一个大师，去拜他为师，或跟他学，或去上他的私人课，通常这个大师都把你前面的东西全部打掉，因为你很多东西是错的。那大师他可以坚持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大师啊。听不懂？晓得吗？这个要明白。而我说我一个朋友学小提琴很久了，成年人学很久了。有一次有一个俄罗斯的小提琴大师来，他去上他一个私人课，他已经学很久了哦，私人课一上，站姿从头来，拿小提琴的方式从头来，错误。那你要不要从头来？你花那么多钱去上大师课，你就是要往更高的走嘛。可是你原来的习惯阻碍了你往更高的走。可是你的习惯可以让你在这个舒适圈里面很好玩啊。所以就你自己决定了嘛。我是在我的舒适圈里面玩就够了，还是我要打掉我要突破我的瓶颈，我要更往前走？听不懂？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，常常碰到这样的情况。师傅其实也会蛮常遇到说，举个例，比如说你教我精华，我自己回去融会贯通。对啊。然后变成旁边的那个根还没有扎稳，就学那个核心。对啊。就滑开。对。所以其实师傅，这是我们自己求教的，自己要明白的一些。问题是什么？问题是现在的学生他不能等。对，他们都很强调速成。也就是说，我认为最理想的是什么？你们一个月上一次课，
可是它的条件是什么？是你上完这一次课以后，你自己回去练1个月，下个月来你进步了，有心得了，我们再根据这个再往前走嘛。最理想的是这个，可是没有办法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如果这样子的话，你们有几个人还会来？那1个礼拜1次是现在教学是最少的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大部分是1个礼拜3次，1个礼拜2次，没有意义啊，因为你还没有，你1个礼拜上了这一次以后，你回去不管有没有练，通常是没有练。那你自己的身心你没有往前走啊，你没有进步啊，那你下次来，我教的东西还是从这边起步啊，听不懂？所以这是现在教学的问题嘛。那现在很多人学，他是来学这个课了以后，尤其是国外，台湾现在也很多了，因为他学来这个课。他不只跟一个老师学啊，或者跟一种门派学啊，他可能来学了八卦了啊，他1个礼拜，他又1天去学跟老师学太极，又跟那个学8级，然后又 system 嘛，有 seminar 来了，他又去学 system 嘛，有那个什么印尼武术来的，他又去学印尼武术，他很忙啊，可是他每一个东西都是学而没有时间练。那你下次再来到八卦的课了，哎。你怎么不但没有学会，你还把它变了？那老师要怎么教？师傅那个脑袋自己会串一个合理的故事。对呀，你自己会串嘛，听不懂？所以现在很多的情况是这个样子的，所以没有办法教了，只能说把这个东西给你们。你们自己记下来，有影片，以后你自己决定，你要一个一个练，你要不要一个一个练？听不懂？所以现在教传统的东西，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，只能说留下资料，只能说留下资料。否则你们自己，你是新来的，我知道你回去有练，因为你这个性格的人，一定有练。可是1个礼拜的时间，能让你进步吗？不行嘛，因为你的身体没有转变，没有那么快嘛，你的理解没有那么快嘛，所以你这个礼拜来还是要从那个上礼拜的那个来嘛，是不是？不要说你1个礼拜了，人家洪哲讲，哎呀，今天有一点体会了，20年啊，20年啊，现在教还是回到20年以前那个第1堂课，我要怎么办？听不懂？所以教学我们要知道那个身心的演变，我们练这个东西是身心的变化，身心的变化没有那么快，我教可以很快，你们的变化没有那么快，更不要说你们学了又没有去练，没有让自己去变化嘛。听不懂？所以礼拜6大家这样子，我没关系，上礼拜讲了嘛，这是我自己的心愿嘛，礼拜6的课是我自己的心愿嘛。可是你叫我到另外一个地方教，这次教练讲习，下次裁判讲习叫我去教的东西教了，我下次去毛病还是一样，那我就没有教的兴趣啊。你又不是说我去一次，你给我一个天价，那我为了钱我就去啊，是不是？你又没有那个钱，你叫我去重复，
我们讲话都不愿意重复讲了。中国人讲话或写文章不喜欢用重复词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重复这件事情，对我们在我们文化里面是很不喜欢的。我一定要换一个样子说，同样的意思，我要换一个样子说。一直叫我这次去也是教了，下次去看看还是一样，再下次去看还是一样，就没有教的兴趣了。听不懂？啊，晓得吗？所以你们要明白这个，有很多的教学，它不是老师藏私，不是老师不教，而是老师在等，在等你的变化，等你到那个地方，我再从那边再教，不然我一直从这边教，一直从这边教是一样的啊，我讲的是一样的啊，叫你练的东西是一样的啊。听不懂？你们要去想看啊。好，有问题吗？这个，因为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啊，跟时代是冲突的，它跟时代是冲突的啊。所以像我这种人啊，是真正想要做点什么的啊。会过得比较难受，过得比较难受就是这样子，啊。好，那以后你们要怎么样是随你们变的，啊。好，但是重要的就是什么？我刚才讲的，你们可以由八卦的练法跳到太极的练法，不行再回来八卦的练法，再跳到太极的练法，给自己这个觉察性的练习，跟有系统、有规则性的练习，这两个东西你要能够，你全部都要能够进入，晓得吗？这样去试看，好，来，你们。